其实大部分的人是有包皮龟头发炎过的，然后或者大部分这种就是可能是糖尿病的病患。再来就是他可能因为包皮有一个窄环比较紧，所以他的清洁有困难，或者是他性行为过程当中导致伴侣啊可能不舒服，或者是导致他自己觉得也不太干净，他就会想要来割包皮。就是大家会担心说会不会很痛啊，没办法动啊，在床上不能下来走啊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最常问到的问题就是说，会不会手术完之后会不会就是没有办法生活，就是是不是可能都要在家里待着啊，都不能出门，不能运动啊，不能上班，这是大家会最担心的。那第三个，有一些人他就会担心说啊，我手术完之后是不是伤口不好看啊，会不会就是紧啊不舒服啊，这三个是最常被问到的问题。那包皮枪就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主要就是说，因为第一个它是一次切割缝合的一个器械，所以它的破坏性比较少。那手术后的疼痛感也会比以前更好一些。那再来就是因为它也是机械切割，所以伤口的好看程度也会比较好。那也因为没有多余的破坏，所以它的手术后的愈合的过程会比较舒服。那所以像我们在这边做的话，就是它大部分就是3天不洗澡，然后之后隔天都可以正常的运动。那我们的割包皮的方式是这样，第一步我们会先帮病人打麻药，所以我们会打在阴茎的根部，然后把你要的部分就是锁在这个包皮枪的那个枪套里面了。像我们这是一个包茎的模型，然后会把多余的包皮拿出来，然后放到我们的这个包皮枪的那个枪套里面，它就会变成这样的状态，多余的包皮就会在这里面。那我们在确定好位置，然后长短确定好没问题之后呢，我们就用按压的方式把这个枪压出来，然后就会有一个刀片出来把它斩断。那中间也会推出一圈钢钉同时缝合，所以速度非常快，平均一个手术时间，顺利的话大概15分钟之内可以完成。对，我们的研究目前认为，就是第一个就是手术完之后啊，大概9%的病人可能会有一点点伤口感染的风险。那大部分的这些病人都是糖尿病的病人，所以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研究结论就是说，第一个就是说糖尿病病人。其实不管你的血糖控制怎么样，其实你在做包皮枪手术的时候，你都有某种程度的术后伤口感染的风险。那再来就是说，当然有少数的人，非常少数人，大概2% 的左右的病人可能会有伤口术后出血的问题。那当然出血问题比较好处理，就是说当然可能可以用按压的方式，或是用冰敷的方式来减少。那我觉得在开始做手术之前，最好跟医师做详细的讨论，了解你的风险大概在什么样的状况，再来决定说你要选择包皮枪还是选择不要用包皮枪的方式。术后第一个就是说，我们手术完之后一般都会建议病人3天之内不要洗澡，然后以擦澡洗头为主。那主要就是要保持伤口的干燥，不要流血。那也会建议手术1个礼拜内啊，有空的时候会多多冰敷跟加压它的伤口。那冰敷就是东西靠着它的伤口，加压就是用手握住。那3天内会让它的比较不会出血。3天之后就可以开始洗澡，洗完澡之后就开始每天换药。那我们一般会建议病人就是换药大概需要2个礼拜左右的时间。那等到伤口稳定了就可以不用换了。那我们的伤口本身就是它会在差不多2个礼拜到1个月左右，它的钢钉会陆续的脱落。小的运动，比如说一般的重训啊、小跑步啊，打球不要太激烈的，喝一点酒啊、吃辣的东西，其实都不会影响到伤口的复原。一般性行为的话，我们会建议就是1个月内最好不要性行为。然后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它伤口还没有完全复原。2方面就是因为它钢钉还没有脱落嘛，所以你做一些性行为动作，其实也会容易造成伴侣的受伤。那再来就是说，做完手术之后，还是建议大家依照就是医师的嘱咐去照顾你的伤口。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，比如出血或者是有一些伤口上特殊的状况，那还是要麻烦就是跟你的手术医师来联络。那我相信台湾医生都一定会帮大家做最好的处理。